媽媽，我好疼啊！今天我們來講平岡都分屍案。2009年，日本島根大學19歲女大學生平岡都慘遭殺害，遺體被分解後拋至山野。NHK 電視台在拋屍地直播時，記者身後時而傳來女子淒厲哭訴聲，隱隱能聽到那句滿含痛苦與不甘的聲音：我真的好疼啊，為什麼偏偏是我？透過鏡頭傳遍全國，不僅讓現場工作人員心驚膽戰，更引發全網對這起兇案的高度關注。警方自此背負巨大壓力，展開了長達7年的追查。島根縣位於日本本州島西南部，山地遍布且森林覆蓋率高達 80%。平岡都聰慧勤勉，憑借優異成績拿到俄羅斯國立海洋大學交換生名額。為了實現環遊世界的夢想，也為了湊齊家境普通難以負擔的留學費用，剛滿18歲的他便開始在一家冰激凌店兼職，每天放學後直奔店鋪，工作到晚上9點才返回宿舍，過着2點一線的單調生活。2009年10月，讀大2的平岡都即將開啟留學之旅，也終於攢夠了費用，正準備向店鋪提出離職。可就在幸福觸手可及的時刻，命運卻將他推向深淵。10月27日晚，平岡都的父母接到其同事的電話，這才得知女兒既沒上班，也失聯多時。夫妻倆急忙聯繫女兒室友，得到的回復讓他們如墜冰窟。平岡都自前一晚後就再也沒回過宿舍。島根縣警局接到報警時，平岡都失蹤尚不足24小時，警方僅將其當作普通失蹤案處理，一邊走訪調查，一邊調取周邊監控。商場監控顯示，10月26日晚9點16分，平岡都身着黑白條紋上衣，拎着一袋垃圾走出商场。從打工的冰激凌店回學校有2條路可選，一條是直線距離僅2公里的森林小路，但這條路隱蔽陰暗，沒有路燈，行人稀少；另一條是沿森林外圍修建的商業街，路程是小路的4倍，需乘坐大巴往返。不過勝在寬敞明亮，人群聚集，沿途店鋪均裝有監控。詭異的是，當晚商業街的監控並未捕捉到平岡都的身影。據同事回憶，平岡都此前會和另一名同事結伴走森林小路，可那位同事離職後，他只能獨自返校。近期因留學事宜繁忙，為節省時間和路費，平岡都便常抄近路走森林小道，而學校門口的監控也沒拍到他的蹤跡。警方據此判斷，平岡都大概率是在這條森林小路上失蹤的。平岡都身高僅1.47米，留着短髮，特徵十分明顯。可隨着時間推移，警方的搜索範圍從森林擴大到整個島根縣，卻始終一無所獲。經驗豐富的警員愈發意識到，這絕非一起普通的失蹤案。失蹤後的第10天，也就是11月6日，一名當地居民在臥龍山採蘑菇時，於落葉堆中發現一顆疑似人頭的物體，驚恐之下立刻報警。警方趕赴現場後，法醫初步鑑定該頭顱屬於一名20歲左右的短髮女性，其面部有大量淤青，生前曾遭毆打，頸部存在勒痕，死亡時間介於10月26日至31日之間。這些特徵與失蹤的平岡都高度吻合。後續的 DNA 檢測也證實，這顆頭顱的主人正是平岡都。案件性質隨即轉變為惡性殺人案，警方立刻封鎖臥龍山，展開地毯式搜索。11月7日，警方在臥龍山入口附近找到被野生動物啃食過的左大腿骨。11月8日，在山的東邊發現了沒有四肢的軀幹，軀幹一絲不掛，內臟被掏空，生殖器官遭割除，且下體有焚燒痕跡。警方推測，兇手此舉不僅是為滿足變態心理，更是為了掩蓋性侵時留下的 DNA 痕跡。此後，警方又陸續在登山口300米處找到平岡都的其他身體組織以及一些人類指甲，經檢測均屬於平岡都。技術勘查表明，臥龍山只是拋屍現場，並非第一案發現場。警方將山體周圍的閒置房屋翻查殆盡，卻沒能找到任何線索，由此斷定平岡都是在別處遇害後被分屍，再運至臥龍山拋屍。一名臥龍山附近的居民提供線索稱，平岡都失蹤後的幾天裡，每晚9點左右，他都能看到一輛白色轎車飛速駛入臥龍山，但臥龍山及周邊既無監控也無路燈。入夜後，盤山公路漆黑一片，警方只能從周邊住戶入手調查。無奈臥龍山地處2縣交界，遠離市中心，住戶之間互不熟識，警方最終沒能查到關於可疑車輛的更多信息。綜合種種線索，警方判斷兇手具有極強的反偵查意識。現場唯一的物證是夾雜在人體組織中的幾片電話簿、防潮包裝紙碎屑，可這種包裝紙的供應商遍布日本多個城市，追查來源如同大海撈針，這條線索最終只能被放棄。
警方轉而調查平岡都的人際關係，可從老師和同學的口中得知，這個身高不足1.5米的女孩性格開朗，待人謙遜，平日裡不是學習就是打工，偶爾還會去做義工，從未與人結怨，也沒有男朋友，仇殺和情殺的可能性被徹底排除，案件就此陷入僵局。與此同時，案件細節的曝光引發了島根縣的社會恐慌，街頭巷尾的電視循環報道案情，報紙頭版全被這起兇案佔據。家長嚴禁子女夜間外出，島根大學也將門禁時間從午夜12點提前至晚上10點。而 NHK 電視台那場直播中傳出的詭異哭聲，更是讓各種靈異說法在全國蔓延，民眾紛紛相信這是平岡都的冤魂在哭訴。為盡快破案，島根縣設立了300萬日元的懸賞金，民眾提供的線索源源不斷。據統計，警方累計派出31萬人次警力篩查線索，日本警察廳最高長官甚至出席了平岡都的葬禮，當众發誓必将凶手繩之以法。可現實卻無比殘酷，所有線索最終都被一一排除，警方僅能勾勒出凶手的大致畫像：一名20至40歲的男性，有性變態傾向，很可能是慣犯。案發時駕駛一輛白色豐田汽車，警方隨即對全國有性犯罪記錄的人員展開排查，可這一查就是7年，期間無數可疑人員被調查，最終卻都被證實是冤枉的。7年後，島根縣警局新來的一名年輕警察提出了一個新思路，警方此前默認凶手還活着，卻忽略了凶手可能早已死亡的情況。警方調整調查方向，將目標鎖定在島根縣及周邊地區20至40歲有性犯罪史，2009年10月處於出獄狀態且之後死亡的人員。很快，石野富榮這個名字出現在警方視野中。石野富榮是山口縣下關市人，曾是父母眼中的天之驕子，不僅學習成績優異，還是柔道黑段選手。可本該前途無量的他，卻在大學期間突然退學，並於2004年持刀威脅一名女生，與其發生性關係。此後又以同樣手法侵犯3名女性，最終被判3年0.6個月有期徒刑。2009年5月刑滿釋放，出獄後在島根大學附近的一家太陽能公司做銷售。為尋找確鑿證據，警方前往石野富榮家中調查，此時他的家人只剩弟弟1人。警方在屋內搜到石野富榮的數碼相機和儲存卡，恢復被刪除的數據後，平岡都遇害的全過程清晰地呈現在眼前。相機中儲存的57張照片，完整記錄了平岡都被誘騙上車、綁架、性侵、勒死，直至分屍的每一個細節。石野富榮的腳印也意外出現在照片裡，鐵證如山。2016年12月20日，警方正式宣布這起懸案結案。可諷刺的是，當所有證據都指向石野富榮時，他早已命喪黄泉，警方最終無法對其提起公訴。更令人震驚的是，石野富榮的死亡時間和過程都透着詭異，他正是2009年11月8日山口縣那場離奇車禍的遇難者之一。11月6日，也就是平岡都的遺體被發現的當天，一向從不請假的石野富榮突然向公司請假。2天後，他駕駛白色豐田車帶着母親回老家祭拜父親，車輛在山間高速公路失控撞向護欄，隨後燃起大火。警方勘查發現，車身側面的摩擦痕跡與護欄完全吻合，可現場卻沒有任何剎車痕跡。火勢從引擎蓋迅速蔓延至整個車廂，母子2人既沒開門也沒破窗逃生，最終在車內被活活燒死，保持着正常坐姿，仿佛認命一般。由於現場沒有第三人的痕跡，山口縣警方將其認定為一起因機械故障引發的車輛自燃事故。這場發生在案發2天後的車禍，結合 NHK 直播中的詭異哭聲，讓整個案件變得更加耐人尋味。在日本靈魂不滅的生死觀影響下，許多人堅信這是平岡都的冤魂復仇，但也有人提出其他猜測。有人認為真兇其實是石野富榮的弟弟，他為轉移自身罪行，嫁禍給有前科的哥哥，並動手腳制造車禍，讓哥哥死無對證。也有人覺得是石野富榮畏罪自殺，或是平岡都的親友伺機復仇。真相雖已大白，可關於這場車禍的種種疑問卻至今沒有定論，留給世人無盡的猜測。